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糖色的过程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有色糖和无色糖。有色糖大概有片糖、红糖、土冰糖；无色糖大概有白砂糖、精炼冰糖。其中冰糖又分精炼冰糖和土冰糖。精炼冰糖的纯度高，更透明且杂质非常少，因为颜色纯净，下锅融化的也更快更好，所以比较适合炒糖色。土冰糖偏淡黄色，略带蔗糖的原始甜香味。它的优点是精炼次数少，营养成分保留的更多、更全面，但同时杂质也相对更多。土冰糖比较适合熬粥、泡茶、泡开水。片糖的优点是方便储存，不易回潮，相对比较硬，不容易化开，适合广式糖水。红糖的质量比较松软，也是所有糖类中最容易吸收之一，其特点是不容易保存，容易回潮。白砂糖炒制的糖色色泽不如冰糖红亮，最常见的作用就是烹饪时候的调味，在这里不建议大家用砂糖炒制糖色。下一步开始制作。首先我们选择适量的精炼冰糖操碎备用，这一步的目的是让冰糖在炒制的时候更快的溶解。然后加入和冰糖等量的清水，新手操作建议糖和水的比例增加到1:1.2，再加入适量的植物油。加植物油可以提升炒糖色的时候的温度。下一步开始操作。首先我们开中小火把调好的糖水下锅，糖水下锅之后烧开转小火，边搅边观察糖的变化。糖浆充分融化之后会起比较大的气泡，然后继续熬至水分蒸发。水分蒸发之后气泡变小，即可以制作挂霜的菜品。继续熬至糖浆变成香油色的时候，也就是糖浆逐渐变成淡黄色之后，又马上可以进入拔丝菜品的状态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制作。再接着糖浆的黄色会加深，这个时候的糖非常适合做冰糖葫芦、冰糖李子等等。继续开火，略等10秒钟之后会变成初级枣红色。如果此时加入开水的话，就是略带甜味的糖色，行业之中称为嫩汁。初级变色之后，将锅离火，利用余温将嫩汁顶成深枣色。深枣色之后，再加入糖浆自身2倍的开水。同学们切记不能用冷水，冷水容易让高温的糖浆炸裂伤人，也容易让糖色的颜色不融合，导致分层。加入开水之后，也要继续熬煮1分钟。最终的糖色无味，颜色红亮，非常适合添加到卤味和红烧当中。初次制作卤味的时候，糖色需要慢慢的添加，直到颜色适合之后即可。然后再加入配置好的卤料包和调味料。用糖色调色的卤水需要注意的是，卤制的成品在出锅之后需要刷上一层油保色，否则糖色很容易经过时间的氧化变黑。下面开始技术总结糖色过程的质变。第一，水分蒸发之后气泡变小是挂霜。同学们，挂霜也就是水分蒸发完的时候关火，下入原材料翻炒至冷却，此做法称为挂霜。同学们切记，一定要关火炒到糖浆冷却、凝固硬化。第二，糖浆变黄是拔丝。拔丝原料下锅之前必须再加入少许的底油，这一步的目的是让糖丝能够拉得更长，成菜冷却之后且不容易粘连成一坨。
第三，糖浆颜色变深之后，可以挂糖制作琥珀核桃、冰糖葫芦、冰糖李子等等。同学们切记，糖浆必须有热度才能挂得更薄，糖浆温度下降的时候则越厚。糖色的质变技术总结完毕。